耿师傅给小铃铛洗完澡，替他敷过爽身粉，穿好衣服，再举过头顶飞了2圈，随后让小铃铛降落在黄色拖鞋上。耿师傅拍拍女儿的屁股，大声说：小东西，天天要坐飞机，都惯得不成样了。阿娟没有接话，把手伸到面粉袋里，准备往外舀面。耿师傅说：你还想干什么？没几天你就要生了。阿娟挂着眼皮，只当听不见。耿师傅走上去摁住阿娟的手，阿娟的手在口袋里挣扎了一下，说：家里还有2斤多肉馅呢。耿师傅说：做几个4喜丸子，吃掉不就完了？阿娟坐下来说：我就怕一个人待在家里，一闲下来我就乱想，好不容易又申请了1胎，我就怕再给你生下个哑巴来。耿师傅说：你瞎说什么？我都听到儿子在肚子里喊爸爸了。阿娟坐到床沿，是那种半坐半靠的做法，有点像京戏里的判官。阿娟对小铃铛招了招手，把他叫到面前来，给他梳头。阿娟说：要不是他哑巴，我们还生不了这个儿子呢，他总算给我们带了这么一点福气。耿师傅把洗澡水倒出去，擦完手，从碗橱里端出一摞子碗来，碗与碗的碰撞发出极其日常的烟火声响。耿师傅接过刚才的话茬说：小铃铛也大了，正好帮着带带小弟弟。阿娟的手停在小铃铛的头上说：算了，都给我们惯成这样，还指望他什么？我可不指望他们这一代。正说着话，隔壁传来一阵声响，一只搪瓷钵掉在了地上，随后又掉下来一只锅铲。小苏的声音随即传了过来。小苏说：烫着了没有？过了一刻才传出夏沫的话。夏沫说：还好。小苏说：你把油倒上，还是我来吧，让你炒青菜，一个屋子都摊开了。耿师傅和阿娟看了一眼，刚要说什么，突然听到小苏又一阵猛烈的干呕。小苏慌乱的说话声从捂着的巴掌后面传了出来。小苏说：快把油倒掉，我一闻油味就要吐。耿师傅的抹布还捏在手上，拔腿就要过去。阿娟哎了一声，给耿师傅一个眼神。隔壁响起了一阵更加忙乱的瓢盆声。妈的！夏沫拖声拖气地抱怨说：妈的，怎么弄的？小苏睡得不好，一整夜火车在他的脑子里跑，从左耳开向右耳，再从右耳开向左耳。到了天亮时，小苏反而睡着了，好像做了一个梦，绰绰约约的只是乱，飘了满世界的灰色粉末。小苏在梦中把手伸到夏沫的那边去，空的。小苏睁开眼，窗帘的背后全是阳光，梦也追忆不起来了。夏沫的枕边留有一张纸条，上头有夏沫的铅笔笔记：我去奥普公司。小苏拿起这张便条，正正反反看了又看，最后把目光归结到自己的腹部。生活这东西真是被人惯坏了，处处将就他，顺着他，还能说得过去。一旦不如他的意，他翻脸就会不认人的，弄到后来只能是你的错。小苏打开门，拉开窗帘，天上地下阳光灿烂，远处的铁轨上炎热在晃动，铁轨错综交叉，预示了方向的无限可能。世界躲在铁轨组合的随意性后面，只给你留下无所适从。
小苏拿了牙具、毛巾到阳台上洗漱，阿娟没有出去，坐在高凳子上，手把手教小铃铛织毛线。小铃铛依在阿娟怀里，织一件粉色开司米应用上衣。阿娟叉着2条腿，下巴贴在小铃铛的腮部，轻声说：挖一针，挑一针，再挖一针，再挑一针。阿娟抬头看见小苏，客客气气地招呼说：起来啦。小苏正刷牙，不好意思开口说话，只是抿着嘴笑着点头。小苏在刷牙的过程中，竟然凝视母女共织的画面，在某个瞬间居然产生了结婚这个念头，她要把孩子生下来。但这个柔软温馨的冲动只持续了1秒钟，立即被小苏终止了，随牙膏泡沫一同呕吐出去，流向暗处，不知所终了。小苏洗完脸，和阿娟客套了几句，话题很自然地扯到小铃铛身上去了。但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话题。小铃铛知道他们在说自己，望着小苏只是笑。小苏没话找话说：你女儿真文静。阿娟笑起来说：文静什么？现在哪里还有文静的孩子？发起脾气来吓死人。小苏陪着笑了2声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阿娟却找到了话题。阿娟说：你男人是画画的吧？小苏听不惯你男人这样的话，赶忙解释说：是我男朋友。小苏这话一脱口就后悔了。生活这东西经不住解释，越解释漏洞越多。阿娟似乎意外证实了某种预感，眼神里头复杂了，拖了声音说：哦。